當年舊聞翻紅，趙麗穎與陳偉霆再度被推上熱搜，娛樂圈的回憶殺為何總能捲土重來？這些年，娛樂圈的熱搜幾乎從未讓人失望過。你以為終於可以喘口氣，放下手機，關掉賽後直播準備休息時，他就偏偏能在你毫無防備的瞬間給你來一記悶棍。趙麗穎當年真心告白陳偉霆被拒，一個看似勁爆的標題，從時代的塵封角落裡被人硬生生拖了出來，像是從檔案館裡翻出的泛黃舊紙片，帶着點戲劇性，點懷舊氛圍，更帶着某種無人點名卻人人心照不宣的營銷味道。然而，這則舊聞一經發酵，立刻掀起一波久違的討論。從 CP 粉到路人，從當年磕老九門的劇粉，到如今已經從飯圈畢業的成年人，仿佛都被迫按下時光倒流按鈕。隨手點開評論區，你甚至能瞬間穿越回2017年，那時的熒幕很熱，那時的 CP 很甜，那時的橫店吹着風，人們磕着糖，大家都還年輕。可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明明已經過去這麼多年，一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舊瓜，還能輕輕鬆鬆衝上熱搜榜前列？到底是誰想讓他紅？誰需要他紅？這背後究竟隱藏了怎樣的娛樂圈邏輯？視頻將從多個角度拆解這波懷舊式熱搜的成因，既聊八卦，也講規律，更分析為什麼如今的觀眾越來越疲憊，卻又難以抵抗這種過去式的吸引力。一、陳年舊事在起死回生，熱搜為什麼偏愛回憶殺？如果你混娛樂圈久了，就會發現一個規律：熱搜有三寶：舊視頻、舊採訪、舊緋聞。為什麼舊事能翻紅？原因不外乎三點：成本最低卻效果最好。要製造一個新瓜，需要事件爆料、發酵、跟進，但舊瓜只需要搬運加添油加醋即可。換句話說，回憶殺是娛樂圈最廉價、最安全、最穩定的熱點生產方式。舊聞不會出大事，不容易牽扯法律風險，也不至於傷害過於直接的利益關係，可吸引力卻依舊強勁，特別是對曾經磕過這對 CP 的人來說。CP 粉沉睡多年，被一腳踢醒。2016年到2017年，老九門火遍全網，尹新月、張大佛爺的熒幕感情戲確實如火如荼，他們的互動被反覆剪輯，被循環播放，甚至成為當年 CP 圈的一代經典。雖然如今兩人早已走向各自的事業軌道，但當某條舊聞突然被丟上熱搜時，曾經的記憶竟能瞬間回血。這就像一些人多年不聽某首歌，卻在街頭聽到開頭2秒就心臟一顫，記憶是最容易被喚醒的情緒裝置。娛樂生態進入存量時代，舊瓜更容易成為熱搜素材庫。如今娛樂圈的新鮮事本身就進入了低產期，藝人們一方面謹慎避雷，一方面營銷模式趨於同質化。再誇張一點說，沒有人敢搞事情，也沒有事情可搞，於是熱搜只能吃老本。對於平台或營銷號來說，舊瓜就像庫存一樣，是隨時可啟用、永不過期的流量儲備。二、趙麗穎真心告白被拒，戲劇化標題製造下的輿情幻象。這一波所謂真心告白慘遭拒絕的說法之所以能刷屏，歸根到底是因為它帶有非常強烈的戲劇性。但從理性角度看，這類說法往往缺乏實錘，更多是剪輯式誤導或標題黨式敘述。敘事結構太熟悉，觀眾容易帶入。他動真情，他無回應，兩人錯過。這是所有青春偶像劇最愛寫的橋段。一旦這樣的敘述方式被套用在真實人物身上，就極容易被受眾本能的接受，哪怕缺乏證據，哪怕只是營銷號一句懸空的據說。娛樂圈的劇本化解讀越來越普遍，現在的網友早已不滿足於只看表面互動，總喜歡給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句話加劇情。一個眼神、
就是他動心了；一個側頭，就是他躲避了；一次正常互動，就是有故事；一次普通距離，就是尬避嫌。但真實的人際互動卻遠比鏡頭複雜，尤其是藝人們在節目活動中的表現有大量職業化因素。換句話說，當你看到的化學反應是剪輯出來的、包裝出來的、營業出來的，所謂真心告白自然也就成了人為拼貼的幻覺。最關鍵的事實，當事人從未承認過類似情節，在沒有當事人確認的情況下，這類敘述本身就不能被當作事實，頂多算某些人希望存在或認為存在的劇情版本。但娛樂圈最擅長的，恰恰就是模糊不清的曖昧地帶，越模糊，越能製造幻想空間；越沒實錘，越能吸引人推測；越沒有答案，越適合炒作。3. 舊聞為何此時爆？娛樂圈時機選擇背後的隱秘邏輯。很多人都說，突然炒舊聞，背後肯定有目的。雙引號，這並不是陰謀論，而是娛樂行業的營銷規律。熱度補位，當一個圈子缺乏爆點，舊瓜就是最方便的替補。近期娛樂圈相對平靜，沒有大事件，沒有爆劇，也沒有頂流戀情官宣，於是平台需要維持流量溫度，舊聞正好派上用場。某方項目需要曝光，舊 CP 話題往往最能帶動情緒。這類戲碼不是第一次出現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出現。當有演員的新戲上線，綜藝播出，活動臨近時，舊 CP 的熱度往往會被重新調動。這種營銷邏輯簡單粗暴，卻非常有效。CP 懷舊話題會吸引大量討論，粉絲考古會帶動相關作品熱度，普通吃瓜群眾會重新關注當事人，輿論環境升溫能為作品造勢。你以為是在追憶過往，人家可能是在預熱當下，亦可能是隨機的輿論湧動，流量算法推波助瀾。有時候舊視頻突然被某個賬號發布，剛好踩中算法推薦，然後引發2次、3次傳播，最終莫名其妙衝上熱搜。這就是如今的內容生態，無心之舉也可能被算法放大成全民熱點。4. 粉絲與營銷號的考古狂歡，舊聞越久，爭議越大。每當舊聞被翻起時，評論區一定有2種人：考古黨，一堆人開始瘋狂翻視頻、搜採訪、扒合照；復盤黨，逐幀分析，逐字解讀，宛如 CSI 現場。反對黨，都過去這麼多年了，有完沒完？雙引號。而這3類人本質上都在為熱度添柴。為什麼舊聞特別能帶動情緒？因為回憶是一種極強的情感觸發器。當某個畫面再次出現，曾經的感受也隨之復活。這就是為什麼 CP 粉總能在多年後依舊熱情不減，甚至比當初更激動。營銷號靠什麼生存？靠的就是延續話題能力。一個新瓜能炒3天算不錯了，但一個舊瓜能炒3年，這是寶藏級素材。營銷號深知，凡是能反覆消費的東西，就絕不能浪費。一張舊照能做10篇文章，一段花絮能剪幾10條視頻，一段銅礦能炒成3種情節，一個眼神能編成一部青春傷痛文學。熱度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。路人為什麼會被捲入？因為舊聞本身更安全，沒有太大對立，沒有複雜立場，也不涉及尷尬現實。娛樂圈的舊聞是最安全的討論對象，因此觀眾討論的越激烈，舊聞就越值錢。5. 舊聞消耗明星隱私權與公眾期待的雙重困境。你在文中提到的一句話非常重要。把一個人的過去反覆放在公眾面前評頭論足，真的好嗎？雙引號，這是如今娛樂圈最大的倫理問題之一。明星是公眾人物，但並不意味着私人生活可以無限量公開。
網友常說，既然是公眾人物，就得承受公眾討論，但公眾討論的範圍應該有界限。當年若真有某些感情經歷，那也屬於私人情緒，而不是應該被挖出來循環播放的娛樂資料片。明星成為全民議題，是一種無形的消耗。今天討論你的眼神，明天討論你的過去，後天討論你的緋聞，大後天分析你每一次沉默。長期被剝離隱私，是極其消耗精神的。你說的沒錯，明星每天睜眼就必須面對海量真假難辨的評論，這種壓力遠比外人想象的要沉重。輿論時常消費過去，但不會為傷害付費。舊聞每被翻一次，也意味着當事人的生活被無形擾動一次。但輿論不會負責，平台不會回頭看，營銷號更不會道歉。6. 娛樂圈為什麼越來越病態？觀眾為何又難以脫身？你提到如今的追星、吃瓜文化已經有點病態了，確實如此。但問題是，雖然病態，大家卻難以完全脫離。娛樂圈的信息機制刺激性太強，它提供了情緒價值、笑點、戲劇感、爆點、懸念、爭議，這些都是最容易刺激人腦多巴胺的內容。尤其是情感相關，相比作品，瓜永遠更容易引發討論。吃瓜已經成為社交共享語言，現在的人甚至把吃瓜當成一種群體活動，與事實無關，與當事人無關，與道德無關，只是解悶、聊天、消磨時間、找共鳴、參與集體情緒，這讓娛樂八卦具備了極強的傳播力。隱私越來越少，曝光越來越多，這是整個行業的趨勢。藝人如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，一舉一動都被放大審視。但在曝光度成為重要資產的時代，明星又無法完全拒絕這一切，因此這是一種雙向困境。觀眾越需要，明星越被迫裸露。7. 回到現實，趙麗穎和陳偉霆真的需要這波流量嗎？最重要的一點是，無論是趙麗穎還是陳偉霆，他們如今的職業發展早已不需要就 CP 營銷。趙麗穎已經是妥妥的一線實力花，劇作、商業、口碑都在穩定上升。陳偉霆也有自己的工作布局和路線規劃，兩人都早已過了需要靠緋聞熱度維持曝光的階段。因此，若有人借他們炒作舊聞，那多半不是當事人主動，而是圍繞他們周邊的營銷環境所為。8. 結語：舊聞熱搜是娛樂生態的縮影，也是輿論時代的症候。趙麗穎與陳偉霆這波舊聞翻紅，表面看是八卦復活，本質卻是一場複雜的輿論生態示範課。內容匱乏，平台需要熱度；熱度下降，營銷號需要話題。CP 粉情懷，舊聞有情緒基礎；回憶殺吸睛，算法願意推送；輿論慣性，路人參與討論。於是就這樣，一個陳年往事被吹成了今日熱點。你說這無意義嗎？確實沒什麼營養。你說這會傷害當事人嗎？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影響。你說我們能徹底不看、不討論嗎？恐怕也很難。因為這正是娛樂圈的現狀。在一個注意力被無數碎片爭搶的時代，舊聞復活是最容易被操控、最容易被放大、最容易被消費的流量源泉。但至少我們可以更清醒一點，看得清套路，就不會被套路牽着走。吃瓜可以，但別讓瓜吃了你。